嗨，你好，我是住在洛杉矶的宝仪。今天我想回顾一下今年我用盆栽在同一个空间种佛手瓜和丝瓜的经历。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我就为种佛手瓜做准备了。我只是从超市买了浅绿色的光皮佛手瓜，前后买了几批，有的把种子取出来做湿纸巾催芽，有的把瓜直接埋到土里，有的就放着不闻不问。最后只有一个不闻不问的佛手瓜成功的发芽成长起来。等待佛手瓜成长的期间里，我在阳台上搭了一个凉棚，满心盼望着被瓜砸头的幸福早日到来。一转眼到了5月，佛手瓜蓬勃生长，藤蔓沿着凉棚爬高，很快就到了棚顶。然而，我盼望中的藤蔓大爆炸并没有到来，相反的是，叶子的颜色变黄，边缘变得焦干。7月初，带着对佛手瓜的失望，我种下了丝瓜。其实之前我根本没有打算种丝瓜，大概丝瓜也知道机会来之不易，长得非常努力。藤蔓爬到大约1米高的时候就开花了，开的全是雌花。看到有小蜜蜂来采蜜，我就没有把雌花打掉，然后就惊喜地发现有一部分雌花结出了瓜。原来丝瓜也可以单性结实的，这种现象我之前种西葫芦和黄瓜也见过。这个丝瓜品种只有大约一半的雌花能够单性结实，结出来的瓜的形状很有特点。开始的时候是锥形的，所以看到这个形状的丝瓜就千万不要用它来留种。等到第一朵雄花开放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采收了。这个丝瓜的品质如何呢？肥嫩鲜美。味道如何呢？绵糯香甜。哇，感觉我中大彩了。8月底，丝瓜进入盛果期。回过来看看佛手瓜的情况，之前我以为它活不下去了，就不管它了，连水都是想起来才浇一点。就这样，它反而重新焕发生机。然后我就内疚的明白了，之前佛手瓜可能是被我浇水太多淹了根了。10月初，佛手瓜重新爬上了凉棚，可惜冬季快要来临，它今年会来得及结瓜吗？再看看丝瓜，它们还在孜孜不倦的结瓜。这个凉棚今年全靠丝瓜救场，以后就让丝瓜常驻吧。10月底了，佛手瓜继续扩展地盘，而且开花结果了。当然了，丝瓜也毫不示弱。看到佛手瓜了，虽然只有可怜的几个，也总算是有收成了。11月底了，丝瓜和佛手瓜都累了，我把丝瓜拉了秧，但是打算让佛手瓜过冬，看明年吧。多谢收看，下次再见。